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16日下午的16点2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昨天出现了一个1%的上涨，这个上涨呢是因为美国这方面有加息落地的这个预期啊。我们说了，我们在昨天的课程当中说了，美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无论这个消息好与坏，在落地的时候，美股呢都容易出现一个上涨。但是呢，消息落地之后，上涨完毕之后，它还会出现顺应当前市场行情的一个回落。当前市场行情呢是主要的趋势是下跌趋势，特别是在美股出现了2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2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呢，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日线级别上涨完毕再次出现日线级别下跌，对应的日线级别下跌，这样呢，美股正在进行的是第3轮的周线级别下跌，目前运行在8根阴线的势力范围，并且跌破了120周均线美股的趋势是下行，昨天的反弹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只是美国这方面加息的消息落地之后，出现了一个大概率的反弹大概率的反弹。这个反弹之后呢，我认为美股还将要继续下行，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美股呢已经跌破了120周的均线，它的下行空间已经打开，未来呢美股会要完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要完成一个月线级别的下跌。那月线级别下跌呢，目前处在8根阴线的这个位置上，下面还有沙森阴线和唐森阴线，也就是说，这一轮美股的熊市在月线级别这个角度上来看，刚刚开始；在周线级别这个角度来看，下跌空间刚刚打开刚刚打开。所以呢，今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盘前合约出现了一个接力式的下行并且在今天出现了一个低点，这证明晚间美股开盘之后会有一个低开，并可能再次出现一个新低。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对比特币的盘面怎样解读呢？我们回到比特币，在周线级别上和美股类似的是本轮行情的周线级别下跌刚刚开始，正在走在一个8根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前面呢，从最高点开始，我们发现了同步美股的2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分别是从高点68958这是第1轮周线级别下跌，然后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做第2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出现一个新低，然后持续了20几个交易日的连续震荡，在震荡的焦点位这里发生了下跌我们昨天的行情分析当中提到了一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它就是在这个焦点位的一个下跌。焦点位的下跌呢，我认为它的反弹能量不足。为什么呢？我们说了，焦点位它构成了一个吸引力的一个黑洞，如果在焦点位之前发生的下跌，容易被焦点它的吸引力吸引上来，行情还有向上的一个余地。但是呢，我们发现了在日线级别上，比特币它出现了一个焦点处的下跌并且当前它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这个日线级别下跌呢，我认为是周线级别下跌的一个延续也就是说呢，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它有个时间切换的一个过程日线级别下跌最终呢会演化成周线级别的下跌。目前呢，我们处在这个8根阴线这里呢是悟空阴线，这里呢是8根阴线，下方还有沙森阴线和唐森阴线这样呢，我们在目标位2万美金达到之后下面还有一段周线级别的下跌空间所以呢，在当前外围市场美股非常弱势，并且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连出现新低的情况下那比特币继续下行的可能性正在加大并且呢，这一轮反弹我们看到了它是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这个三角形结构之后，我们可以用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把它画出来。
这个三角形呢，我们已经画出来了，但是焦点位很远的情况下，它发生了一个小幅的反弹。这个反弹的时间级别呢，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小时线级别的反弹，是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上涨细由，分别是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组，它是一个小时线级别反弹，并没有构成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反弹力度是非常弱势的，是非常弱势的，并且我们看到了，它是在焦点位发生的下跌，焦点位发生的下跌，所以呢，当前的反弹仅仅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结构性的反弹，下面呢还有更大的下跌空间，我们对照比特币18年的行情，呢，它的第一轮下跌呢是70%，是70%，第一轮下跌是70%。那么我们本轮行情已经跌到了70%附近，那么我们下一个目标呢，我们看18年比特币最大的跌幅是85%，到了3200点，那么13年到15年的熊市当中呢，比特币同样有85%的跌幅，看我的图，我用测量工具测出来了，我们看到了13年的熊市和18年的熊市，比特币的最大跌幅呢都是85%。那么这轮行情走得这么凶，下跌的这么快，很快就到达了我们第一目标位70%，2万美金。那么它的接下来的走势当中，我们下一个目标位，也就是比特币的终极目标位大概是在10500美金附近，精确点位是10648，我们可以看成10500附近，也就是接近1万美金之后呢，我们现货和多头才是可以适当的布局，分布式建仓去抄底的位置。那么当前价格呢，距离我们最终的目标点位10500还有50%的下跌空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还是认为在当前如果出现小时线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还是可以布局空单的，因为上方压力位已经距离我们很远了，我们在之前的解析当中提到了一个33000美金。这个压力位33000美金呢，是由从去年1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处在33000美金这个位置呢，构成了一个支撑，行情反复围绕这个波谷进行震荡，跌破之后呢，我就说了比特币的下跌空间已经打开，行情没运行多久震荡了20多个交易日之后出现了一个接近2万的新低，接近2万的低点，2万的低点是我在上一轮行情当中，也就是震荡过程当中提到的必然到达的一个低点。那么现在是6月16日，我们看到了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将要在今晚开盘之后再次出现新低的情况下，那比特币呢，我认为它的下行趋势还有一个继续。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了这轮行情比特币反弹的力度几乎是最弱势的。我们在横盘震荡过程当中，仅仅看到了它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然后紧接着4小时级别对称性下跌然后紧接着就做出了一个收敛动作之后，到达焦点位下行。那么当前行情当中目前来看，它的反弹力度也是非常弱势仅仅做了一个小时线的反弹。那我们把行情打到小时线，一个小时线级别反弹之后它的均线系统，小时线的均线系统就出现了一个继续的回落那这种弱势的行情当中，我认为耐心等待一个时间点就是美股将要开盘的时间点它如果出现反弹的情况下到达这个均线，也就是10日均线，粉色的10日均线附近目前来看，这个小时线10日均线附近呢是在22273到达这个附近之后建立空单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啊，这是怎么说呢？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呢？因为它出现了一个我们看到了啊，日线级别反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的一个小时线的反弹啊。那在这个时间反弹过后呢，是我们第一步要建仓空单的一个位置。如果打到我们止损位，我们可以把这个止损位设到它的最高点23000美金。如果打到我们止损位，我认为行情它在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啊，你再次进场空单，这是另一个时间级别反弹之后建立空单的位置。那么目前来看啊，4小时级别上4小时级别上，我们用 K 线吸油战法可以归纳整理为目前的价格处在4小时级别的一个8阶反弹的位置，8阶阳线反弹的位置。那我们进一步布局空单的点位是在25000美金24800美金也就是说呢，我们布局空单它要根据反弹的时间级别来安排这个点位，来处理这个点位趋势，目前的趋势，无论是外围市场美股还是比特币来说，都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反弹不是反转，仅仅是反弹。我们抓住时间点去布局空单怎么布局呢？就是日线下跌之后，如果出现第一个时间级别反弹，小日线反弹之后布局第一个空单这个空单呢，如果被止损了之后，耐心等待它出现的第二个时间级别的反弹，也就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在反弹基本上结束之后在回落的过程当中布局空单。因为反弹过程当中，你在反弹过程当中去布局是容易受到亏损的。在稍微有点回落，特别是均线系统有回落的趋势的情况下，做空单呢，你是比较容易获利的。那今天呢，我就在 VIP 群当中给出了两个做空的标的第一个呢是尼尔它就是你看这是一个15分钟级别蓝色线穿过粉色线，15分钟级别这样趋势出来之后我们布局空单。还有这个 WAVES 也是同样的情况在反弹过程当中，15分钟时间级别然后这是5日均线跌破10日均线，蓝色线是5日均线，粉色线是10日均线跌破之后布局空单这样布局的话非常安全更能把握超短线的一个趋势更能把握一个超短线的一个趋势然后我晒了一个这个获利截图获利截图怎样把握呢？就是非常容易，2根线，一个是5日均线，一个是10日均线5日均线跌破10日均线就可以做空，5日均线涨过10日均线就可以做多。当然呢，你要顺着这个行情来做空的时候呢，你要设置在高点位，把它设置成止损位如果有变化，如果有缠绕的话，立即出来特别是10倍20倍的高倍合约立即出来做出止损动作这一段获利是不少的。你看它形成死叉之后，我们在这个位置上介入的时候介入的话，到达这里，如果你是20倍杠杆，已经获得了6%左右的利润，6%乘以20倍，2612，你就可以获得120%的利润这个利润是很大的这是在超短线上做这个获利动作做这个合约动作非常简单，只有2根线，一根线呢作为观察线，一根线呢作为操作线。观察线是10日均线，操作线呢是5日均线。用这种方法呢，非常容易在市场中获利，并且在通过这样的操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找到很好的一个止损位。就是市场中一旦出现阶段性高点然后趋势发生改变，形成死叉之后，你顺势做空，反之顺势做多即可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非常行之有效的趋势获利的方法。同时呢，你可以把它切到日线你就可以了解到这种方法有多准比如说我拿 Waves 来举例它在日线上5日均线
啊，一直在十日均线之上啊，这样呢，这种情况你就可以顺势做多，形成死叉之后呢，顺势做空啊，顺势做空，这样呢，你能在市场中获得最大概率的趋势上的利润啊。当然呢，它的有些震荡是比较大的，那你可以降低你的杠杆倍数啊。我在上堂课当中就提到了，你可以用2倍杠杆啊，不要把自己的心理压力搞那么大，要让自己能睡得着觉的那个杠杆倍数来进入这个市场，并且呢，尽量分布式进场啊，仓位不要过重，不要搞到自己仓位的40%以上啊，清仓赚取趋势上的获利是又轻松又愉快啊，又舒服的啊，所以呢，在行情当中一定要控制自己啊，在行情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要伤害自己。那么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交易对呢，我们看到了打到这个上边线，也就是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上边线是波峰连线，打到这个位置呢，随即快速下行啊，随即就出现了快速下行，它的这个结构还没有完全走完。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下行结构和上行结构几乎是完全对称的，怎么涨上来的怎么跌下去，然后它的下跌的位置呢是在这个焦点位发生了下跌，所以呢和比特币一样，焦点位下跌它是不容易回来的啊，不容易回来的。所以呢，以太坊在当前时间点是比比特币啊更好的一个做空标的啊，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它是一个更好的做空标的。同时呢，它在时间级别上，在 K 线西游战法上，同样处在一个8阶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回到我们之前画的这个图啊，以太坊合约啊，以太坊永续的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我用弧形这个圆弧形画出了它的上涨趋势，到顶之后回落的趋势啊，这是在一个大的时间周期上去看的。啊，我们最终可以看到，以太坊将要跌幅达到95%，和上周行情一样，跌幅将要达到95%。95%呢，我们的目标位就是测量一下啊，目标位就是200多美金，250美金，90%呢就是500美金。所以呢，我一直用大标题啊来说，以太坊啊将要达到500美金以下啊，甚至更低一些。那上轮行情啊，18年的行情，比特币的最低点呢是在84美金到88美金之间啊，永续是84，那个现货是88啊，已经完全跌破开机价了。那当前点位呢1160、1170啊，当前的价格仍然在开机价之上啊，但当前的价格呢它不是底啊，以太坊呢最终会跌到一个跌破开机价的位置，它会颠覆你挖矿很多人的认知啊，最终这个价格出现之后啊，会颠覆你的认知啊，市场不会管你有没有什么开机价，你的开机价成本是多少，你的电费是多少，市场不会给你这个啊，不会顾及你的这个，只会按照自己的既有趋势去运行。那么当前行情当中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啊，它做出了一个小日线级别反弹，随之下行。那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啊，小日线反弹是目前来看啊，以太坊的最大时间级别反弹，除非它在今天晚上如果美股持续的出现高点，持续的拉升，它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那么我们空单啊做止损啊，空单在波峰的位置上做出止损，然后耐心等待它出现的可能的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再寻找做空的位置啊。总的来说，它的操作思路呢和比特币是类似的啊，和比特币是类似的。那从结构上来看啊，它上方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了，之前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上方压力位啊离我们很远，那这个位置呢是基本上在当前的盘面当中啊，它不能够企及的，不能够反弹上去的，这个反弹到这个压力位啊1800美金，它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在当前时间点啊，仅仅做出小日线反弹非常弱势的情况下呢，我认为还是顺势做空啊，直到如果出现让你止损的时候，那你就耐心等待，等待它可能出现的4小时级别反弹，然后在4小时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啊，继续补充你的空单啊。在行情当中呢，有一点要非常重视啊，就是行情当中你要有自己的仓位，这个仓位呢
你可以是一个观察仓，可以是一个很小的仓位，但你应该有这个仓位，有这个仓位呢，你才能和行情建立关系，建立关系之后呢，你才可能在行情当中获利。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我的 VIP 群呢，提供精准的合约点位和现货的指导，还有我的 K 线西游战法3部曲啊，西游战法、4象战法和八卦战法的指导。那这些指导呢，随着我的书出版啊，价格会有所提高，所以呢，当前我 VIP 群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尽量在我书出版之前啊报名参与我的 VIP 群，并且当前参与的话 ，VIP 群是永久会员啊，并且送书啊。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再见。